车队一共有27辆渡轮车，每辆车上装有4个箱子，推车的都是八路军的士兵，另外还有100多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士兵随行护送。他们每个人腰间都有一个小包，从外形上看，应该是防毒面具的携行包。最后，他们进入9号地区的一个溶洞内，守卫溶洞的兵力是一个排，37人。27辆渡轮车，每个车上4个箱子，一共108个箱子，数量倒是符合。人人戴着防毒面具，防护工作做得也很到位。一个排的兵力倒也不难对付。魏博，难道这又是你犯的一个错误？指挥官阁下，这不正是您希望看到的吗？会列计划开始后，八路军不得不将兵力用于对抗扫荡的皇军，才使得我们重新获得足够的活动空间。此次八路军转移那100多箱特种烟，估计就是怕万一皇军一旦突破他们的外围阵地，他们将有可能失去这一要挟皇军的手段。不过他们肯定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探查到这一情报，这恐怕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恐怕我们不是黄雀，而是螳螂。继续监视。是。附近10公里未发现八路军部队集结，那支一直追击我们的部队也进入了11号地区，距我部最近距离18公里。另外，溶洞外的兵力并无增加，他们都住在溶洞外的3个新建的帐篷内，似乎对溶洞里的东西非常畏惧。溶洞的暗哨一共有4个，每2小时更换一组，最近一次更换是20点整。现在时间是20点29分。如果2个小时之后情况不变的话，我们将于24点05分开始行动。现在开始分配任务。第2分队，行动开始后，由你们9人负责解决掉守卫部队的暗哨，并负责牵制守卫部队。是。第1分队，行动开始后，由你们6人携带炸药进入溶洞，负责摧毁那100多箱特种烟。记住，为防万一，进入溶洞之前戴好防毒面具。是。第3分队，行动开始后，由你们6人负责火力支援，并保证撤退道路的畅通。是。行动开始。是。走。第1分队跟我走。面具。行动。他请来的。是。
だ。指揮官課が聞いてください。しないと時間が回りません。指揮官課がお願いします。早くいてください。もうすぐ廃止されますよ。行けー！撃たい！那，攻消灭鬼子的团队18人。再就是说，现在还有4个人跟着朱夏全。一分队，跟我追！追！相手の中には、凄腕の奴が必ずたくさんいるはずだ。じゃなかったら、こんな速さで、うちの罠を見つけ出せない。そして完璧に、うちの地雷陣から逃げ出せないのだ。悔しいけど、負けてしまった。些細な間違いが、こんな犠牲を招いてしまった。指揮官課か。今回の失敗は、この私一人のせいだ。責任を取るから、さっさと逃げろ。私のことは気にしないで。指揮官課か。今回は失敗したけど、もし課が生き返れば、いつかまた、新しい助け隊を作り出します。時間がないんだ。指揮官課か。頑張れば、きっとできますよ。わかった。一緒に生きて帰るなら、立ち上がると誓う。指揮官課か。今回許してください。一緒に行けば、誰も逃げられませんから、突撃隊の未来のために、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。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。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。指揮官課が部下になったのは一生の誇りになります。行こう！すごい！人肉，老军，1点钟方向，是。水生哥，就发现3具尸体。
团长，还有一个鬼子，我带人继续搜。别追了，这3个人的目的就是掩护朱家俊。以朱家俊的能力，他们拖延的时间已经够长了。真有那么厉害，连我都追不上。今天我们开会呢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一下虎头山的粮食危机，大家都提提自己的意见。最新一次摸底调查，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为126000人，平均每天每人粮食最低消耗量，即使加上野菜、杂粮、柿子，也需要6两。126000人就是47000多斤。山里粮食欠收，虽然现在已经到了秋播补种，但是向远的粮食存量要保障整个虎头山的供应，至少还有3个月的缺口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粮食短缺为450万斤。同志们，1天6两只是普通人的配额，部队因为作战任务多，所以1天的配额是12两，也就是说，实际上短缺的数量远远不止450万斤。我能说2句吗？说，我是猎户出身，眼下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。往年在这个时节，我一个人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猎物。我想，虎头山所有的青年猎户加在一起得有1000多人吧。要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山打猎，2个月的时间，打下100万斤肉，肯定没有问题。太好了，水生，你可是解决了大问题啊！100万斤肉，这可远远不止100万斤粮食。水生同志这个提议，我看行，可以试试。师长，你负责。是。太好了，那这样就可以解决100多万斤的粮食缺口。可是还有300多万斤的粮食缺口，该怎么办？虎头山最近有3个县已经开始秋收了，听说收成还不错呢。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给想想办法？现在的情报工作由赵杰同志来负责，请你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。好，根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，今年泰丰、莱阳和沁源3个县都是大丰收，但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呢，已经派了重兵把守，所以今年泰丰和莱阳的粮食估计进不来。清源也是粮食大丰收，能不能考虑从清源借粮？赵姐，能不能从山外的同志那儿筹到150万斤粮食？以我们敌后武装的数量来看，筹措150万斤粮食应该是不成问题。那好，我们现在的粮食缺口只有200万斤了。就算山外的同志能够筹集到粮食，关键是这些粮食怎么运进来。张楚啊，这些我已经想过了，只不过暂时呢，你还得把它当成军事机密。这些粮食怎么进山的问题，其实可以和怎么向清源借粮的问题一并解决。周团长，我想知道你想什么办法向清源要这200万斤粮食？张政委，我呢真的不是故意跟你卖关子，只不过这次行动确实牵扯到部队下一步的计划，属于军事机密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会跟大家讲的。赵杰，你去跟地下党的同志说一下，让他们负责帮你筹集那150万斤粮食。等你们筹集好了，我会把进山的安全通道告诉你们。好，徐虎，到。我要你制定一个行动计划，让莱阳、泰丰封锁线上的鬼子在10天之内不得安生。是。水生，把团直属队在山外轮换作战的部队全部调回来。是。好了，计划完成了。陈毅、张楚，通知县委县政府准备接粮。是。什么？300万斤粮食？对，300万斤粮食。 300万斤粮食，300万斤粮食。志辉，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！李佐，今年清源粮食大丰收，这300万斤粮食咱们又不是拿不出，如此利人利己的事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志辉，
不是哥哥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，只是仅凭他周卫国这么几句话，就要从我这拿走300万斤粮食。万一他要是说话不算话的话，哥哥我的脸可就丢大了。周团长的为人做事你也不是不清楚，既然他说出这样的话，就绝不会食言。我可以拿人头担保。又来了，你的脑袋是留着打鬼子用的，我要它有屁用？你呀，要不是我了解你，就凭你这么帮着周卫国，我就应该怀疑你是共产党。真不知道周卫国是烧了几辈子高香，才能有你这么个好弟弟。那您的意思是同意了？同意了。谁叫人家手里有咱们想要的东西呢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全权负责。5天之内，我会让商会把粮食备齐。但是你记住，既然是做生意，就要按照做生意的规矩，先付他一半，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。谢李座。对了，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事关重大。周团长的条件就是这件事情，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你和我，绝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。说的也对，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报告指挥官阁下，海丰莱阳方向封锁线上的据点，截止到今天凌晨遭受到袭击的情况已经汇总完毕了。请见吧。自9月10日凌晨2时至15时，凌晨5时，泰丰莱阳方向第1、第2道封锁线共计37个据点遭到袭击，袭击次数为58次。袭击导致泰丰方向第1道封锁线7个据点，第2道封锁线4个据点被完全摧毁。莱阳方向第1道封锁线3个据点，第2道封锁线1个据点被完全摧毁。宫本君对此有什么看法呀？卑职认为，根据现在的汇总情况来看，虎头山的八路军重点的攻击目标是海昌一带的封锁线。那周卫国为什么要攻击泰丰方向的封锁线呢？卑职不知。周卫国闹这么大动静，总不会连点原因都没有吧？兵法上说实者虚之，我看泰丰方向未必是他的真正目标。那刘主认为周卫国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老哥，这是我的卡。你好，你好，老总，赶紧接收粮食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们刘团长和你们周团长定好的事儿。哦，刘团长说，汤旅长的意思，按照原先说定好的，粮食先垫付一半，事成之后剩下一半一定送你。等等，这什么一半的一半？你就说这多粮食吧。收条上写着呢，150万斤。我的妈呀！你赶紧签个字画个押，我今天还要跑2趟。150万斤粮食，这地上啥事了？这么多呀？是300万斤啊？这只是一半。300万斤300万斤粮食，我的天啊，这就是绳子够长，但不够粗，一次人上去1个人。我先上去，放下新石座，你们再接着上。记住，动作要轻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都上来了吗？好。第一、第三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，并阻击冲出兵营的鬼子。第二、第四分队负责抹掉鬼子哨兵，接应刘团长部队。第五分队守住崖顶，以备不测。出发！团长，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？周团长答应过的事情，有做不到的时候吗？经理，刘主，宫本君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教主，我们好不容易夺回的清远山，就这样让这些蠢货给弄丢了。据逃回的士兵说，他们遭受的是中国军队的前后夹击。清源山山后是绝壁，除了我们的突击队，也就只有周卫国的部队可以攀上那道绝壁。可见这次行动是虎头山的八路军和清源县的国民党一次联合行动。大家别说话，这段咳嗽用袖子捂住。前面还有一道封锁线，只要过去了，就八路军接应俺们。支援山里八路军的粮食，今天晚上一定要用完。这次俺们去支援的粮食是最多的，俺们北凉队要比其他北凉队更快的完成任务。大家跟紧，动作快，走！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。为了这些老百姓，我们就算流血牺牲也值了。民心所向呀，难怪贵军总能打胜仗。袁排长，你为抗战立的功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赵长官这样说，就太瞧不起我袁大刚了。感谢周长官给我这次机会，能够给贵军运粮提供方便，我已经万分高兴。我做这一切不为别的，只为洗刷自己做汉奸的罪孽。我只期望鬼子能够尽快赶出中国，我们也好换下这身汉奸皮，重新做回正大光明的中国人。会的，一定会有那一天的。
哎，小心点，冒着摇，别挂了，慢点。营长，走，徐总，好。第一份情报是，泰丰、莱阳各乡村的粮食都被农民于近日抢收了，征粮队下乡征粮的效果不佳。另一份情报是，今日凌晨3时，巡逻队于泰丰方向向虎头山外围的第1、第2道封锁线各发现有4处遭到破坏，每处均残留大规模人员通过的痕迹，而且还发现了少量散落于地上之小米，详细情况正在调查之中。刘主，难道这2份情报有什么关联吗？副本君，你知道周卫国为什么攻击封锁线，还摧毁据点，甚至还帮清源县的国民军夺回清源山吗？卑职不知。周卫国闹这么大动静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引开我们的注意力，掩护他昨天晚上的行动。他真正的目的是要从山外往山里运粮食。这个周卫国真是太狡猾了。周团长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次回来呢，上级让我首先要传达上级最高的指示精神，时间紧迫，所以我没来得及回到团部，让你久等了。没事，工作要紧嘛。这次虽然开的是党委会，但我认为呢，作为一个团长，你有必要了解一下会议的主要内容。这次上级指示要在我们根据地啊展开一次普遍的审干活动。审干？据可靠情报，有大批的特务分子已经打入我们的根据地。为了彻底查出这一批分子，我们必须逐一对每一个同志进行审查。你是说咱们虎头山有内奸？这个情报可靠吗？卫国同志，虽然呢你是党外人士，有些情况我不便太清楚的跟你说，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个情报绝对可靠。好，既然是上级的指示，那我们配合就是了。太好了，周团长能以大局为重，令人钦佩。那我决定从明天开始，我们根据地将正式开展审干活动，重点是学校、机关和部队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团警卫排都是党员，接触的都是上级领导，首先应该保持他们的纯洁性。我决定明天警卫排全体集合，赴赵庄接受整风学习，同时接受干部审查。那团部的保卫工作怎么办？这个啊，你不用担心。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呢，鲁中边区特意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。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都是经过领导严格审查的，他们的背景绝对清白，那对党的忠诚更不用说了。所以呢，在警卫排调离以后，咱们团的警卫工作就暂时由这个排的战士负责。我没意见。还有关于内奸的问题，上级特意派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。从明天开始，咱们团部的电台由新的机要员负责。原来的机要员呢，让他暂时停止工作，接受审查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我还是不太相信，咱们虎头山怎么会有那么多内奸？我的卫国同志啊，我保证，你早晚会相信的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配合我的工作。配合，我一定配合。我们的工作就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嘛。但是我们的意见也要如实的向上级汇报。好，等审干工作开展以后呢，我会逐一把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向上级汇报。那辛苦您了。没有，为党工作是应该的嘛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好。通过这几天的审干工作表明，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还是靠得住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审干工作的主要对象是针对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。政委，
我们虎头山根据地38年入伍以后，而且是非党员干部的，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2个人。那您的意思就是下阶段的审查工作就针对他们2个人了？张政委，我想说2句。你看，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各项工作都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。就算放在整个山东来看，抗日形势也一向比其他的根据地要好。我想这一点您不否认吧？那么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们要开展这么大规模的拯救活动？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有那么多失足的同志需要被拯救吗？张楚同志，首先呢，拯救运动是上级的决定。其次啊，虎头山根据地啊，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，它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。那么就请张政委告诉我们大家，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？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，不是小问题，是根本问题。别的我不想多说，我只说一点：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官可以长期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担任军事要职、主管一职那么长时间，这难道不是一个大问题吗？张政委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俺是个粗人，俺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仗，鬼子都怕他。虎头山独立团团长不让他当，谁还能当？老罗，坐下来说。坐。张政委，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己负责吧？这个是经过上级考察之后任命，而且是走了正规的组织程序的。您怎么就把他给扯上路线问题了呢？张政委啊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您再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，看看这次的拯救活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。拯救运动是上级领导的决定，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，但是决定必须坚决执行。现在我宣布，对周卫国和徐虎2位同志立即进行隔离审查。那好，那我保留我的意见，必要的时候我会直接向上级领导反映我的个人意见。我也保留我的意见。俺也保留。等等，妹妹，妹妹，嘿嘿，来来来，嘿嘿嘿嘿，妹妹啊，你打哪儿来呀？北边。哦，北边啊，妹妹啊，这北边可大了去了。哥哥试问你，你是从北边的哪里过来的呢？太君，太君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冒犯，冒犯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非常可以。太君，太君，您来莱阳有事儿啊？有任何需要找俺，俺一定办到，一句话的事儿。请问，竹下郡指挥官的住处？竹下郡啊？对，他在哪儿？这样知道，这样知道。那太君，俺带你去。太君，这边请。报告，指挥官阁下，门口有位小林惠子小姐找您。聖子さん、どうしてここに？リーシュ様。こちらへ。何年ぶりに会って、大きくなったね。また綺麗になった。座ってちょうだい。また私を覚えていただいて幸いです。言いづらいことでもあるかい？小林くんは元気？リーシュ様、先生が亡くなった原因はご存知ですか？病で亡くしたんじゃないか？それを信じますか？他に何か事情でも？医学院を卒業してからずっと京都にいたのは、先生によく会う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です。あの時、先生は面壁していたのじゃ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、兄とだけに時々会わせてもらうことを先生は許可しました。先生が面壁してから一度も会わなかった。きっとがっかりしたから。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です。
先生は粒子のことを弟子にした以上、後継ぎとして唯一認めている人です。会いに行くたびに、あなたのことを聞きます。粒子のことをとても気にしていられました。先生のご恩は一生報い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。昭和16年9月16日、夜に先生のお宅に着いたら、そこはすでに封鎖されていました。軍の人は病でこの世を去られたと宣告したが、もちろん信じません。実は2週間ほど前に、この手で先生の身体検査をしたんです。そこで私は、すぐ兄を呼び、弟子たちを集めて先生のお宅の前で講義に行きました。そして先生の部屋で、その遺体にお会いしました。先生は、安らかにお眠り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だが、詳しく検査し直したら、背中に桜色の死斑を見つけました。遺体に近づくと、少し消毒剤の匂いがしました。軍部の人が死体が臭くならないため、わざとそうしたと言っていましたが、薄い杏仁の匂いを嗅ぎました。だから、それはどういう意味だ？真に疑いを持っていたのですが、証拠がないならずっと黙っていました。軍に遺体のことに疑いがないと思われてたので、干渉されなかったけど、すぐに先生の遺体を火葬しろと言われました。その後兄は賄賂で火葬所の係を賠償して、部屋に密かに入って、お腹を切り裂いて胃や小腸などの一部の内臓を取り出しました。そんなことを。決して冒涜す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。ただ先生の死を疑った以上、原因を明らかにしたいです。その後、法医学者であるともに、当時先生の遺体の様子を聞いてみたら、彼はすぐ遺体の検査を行い、そしてシアン化物、中毒だと明らかになること。バカな。それはありえない。もし本当に病死でしたら、なぜ次の日、東京から京都に来た時、遺体はすでに火葬されたのか？そしてなぜ私と兄もいなかったのですか？なぜだ？それはあの日から、軍の人に追われ続けたのですから。だが調査するのを諦めず、先生のお宅にいた召使い2人を見つけ、兄が銃で彼らを拷問してみた結果は、軍が千葉先生に毒薬を持ったと分かりました。でもなぜ先生を殺したのだ？先生は満州事変から侵略行動に反対してきました。また密かに反戦分子と往来し、昭和16年9月18日に現役粒子の身分で弟子全員が兵役に服さないように呼びかけ、軍国主義の犠牲者にならないようと言いました。それで軍の人が動きました。そして先生の唯一の後継ぎであり、君、竹下俊、栄光なる帝国の軍人として、先生が亡くなって粒子をつくのは当然です。軍は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必要です。そんな、俺、信じられない。誰も、信じてくれると思ってません。だからあなたは唯一の後継ぎとして、真相を知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。私は軍の奴らに2年も追われました。殺される前に真相が話せて、もう十分ですわ。そうだ。小林くんは？もう殺されました。ここに泊まったらいい。私があなたを守る。周团长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隐患。什么重大隐患？根据群众举报，徐虎是受军统指派，打入到我军内部的奸细。谁举报的？啊，徐虎是奸细？徐虎要是奸细，这都是奸细，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他原来不是在国军部队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也在国军干过，是不是我也是奸细啊？我不
是这个意思。徐虎参加八路军之后立了多少功劳？远的不说，就去年反扫荡，太峰方面徐虎指挥的，打得怎么样？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，不是为了更好的蒙蔽群众，不是为了更深入的打入到我军内部呢？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？证据早晚会有的。张政委，从法理上说，你如果不能证明一个人有罪，那么就可以认为他是无罪的，这就叫做无罪判定。还有，我今天刚知道，刘三儿跟钟祥都被隔离审查了，为什么？刘三儿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一个小偷。小偷偷完东西为什么参加八路军？他动机纯不纯呢？钟祥，他是因为在自己家乡杀了人才逃出来参加八路军的。刘三儿是我兄弟，我们多少年前就认识了。好，他跟我关系太近，我不说。钟祥怎么了？钟祥杀的是鬼子。他说他杀的是鬼子，你就相信？那地下党的同志为什么不知道他杀的是鬼子？张仁杰，地下党是我们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情报网，你拿他调查自己人？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？堡垒总是从内部突破的，保证革命自身的纯洁性和彻底的革命性是当今工作的第一要务。做的事儿你都要负责任的。我张仁杰当然要为我做的事负责任，但是你，周卫国，你要给我想清楚，必须立即交代你的问题。少拿手指着我！我交代什么问题啊？我还有问题要交代了是吗？干什么？骂我？打我？啊？你还有理了你？来人！你嚷嚷啊，继续嚷嚷啊！你以为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呢？你好好看看周围吧，睁开眼睛看看，同志们都是纯洁的，他们才不会被你吓倒呢。你们两个人给我在门口好好看住了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。你，周卫国，你给我好好想想，趁早交代你的问题。卫国，这些天你怎么样了？能怎么样啊？关禁闭呗。张仁杰天天过来找我谈话，我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我也是来找张仁杰的，希望跟上级反映一下，早点停止审干。哎，今天怎么没见着张仁杰？我也是到了杨村才知道，他带着队伍出去打鬼子了。打鬼子？打哪儿的鬼子？前几天从莱阳传来的消息，说复兴镇的鬼子今天会全部下乡去扫荡，所以张政委就带着队伍出山，希望能够打下复兴镇。他说复兴镇里边有鬼子的大仓库，打下复兴镇可以给鬼子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不对啊，自从朱家俊来了莱阳，鬼子就从来没出现过这么低级的事物，而且消息早几天就从莱阳传出来了，这不是摆明了给八路军机会吗？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？天没亮就出发了。报告，进来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今天张仁杰硬要和我带着三营和直属队去打复兴镇，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，1000多个鬼子围军啊！同志们拼死突围，第一、第二小分队断后，在歼灭了敌人30多个鬼子和伪军之后，终于是撤出来了。可是这次战斗，三营伤亡90多人，直属队有6人伤亡。你说什么？伤亡了多少人？团长，我们独立团到底是怎么了？到底是怎么了嘛？妈的！周卫国，老实点，再往前我就开枪了。张仁杰呢？带他过来见我。你的意见我会向上级禀报的，但在这之前，绝不允许你离开房间半步。好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我看他王八蛋拿什么跟我解释。卫国，你先冷静一点，我跟赵姐马上就去找他。走。
周卫国，想好了怎么向我交代情况了吗？张仁杰，你他妈还我的兵！独立团是党的武装，独立团的兵不是你一个人的兵，你不要山头主义。张仁杰，什么叫山头主义？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我这兵的都是爹生妈养的，一个个送到我这儿打仗来的，一句话，100多条命啊，说没就没了。你张仁杰是谁呀？啊？你想在我虎头山拿什么呀？啊？你要我什么呀？你要战绩是吧？你要功劳是吧？老子打的仗都算你的，还不行吗？张仁杰，你别拿我的兵开玩笑啊！什么真功？什么权利？你小看我，你低看我。我张仁杰只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我们这一次只是一次战役失败，只要我们虚心吸取教训，下一次战役就能够成功。下一次，你他妈还敢跟我有下一次？老子现在打死你！你们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清楚，你好好想想。情報によると、八路内部では大規模な幹部審査をしている。君は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どう思うか？なるほど。周英国はきっと審査された。じゃなきゃ、不幸心をそんな簡単に攻め落とせない。本当にそうだとしたら、小藤さんはきっと混乱しているはずだ。よし。今は、小藤山の八路軍独立団を殲滅する一番いい機会だ。今すぐ戻って攻撃計画を作る。宮本。小藤山の状況を確認して。はい。竹下くん、ご分を祈ってるからね。安全点了，快赶走！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留在这儿，直到被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给整死。他们这么欺负人，咱不干。咱俩对付自己干，到那儿不是大回子。大力啊，我不能走，我走了，虎头山就完蛋了，我的兵也都白死了。啊，你个亲娘嘞！排长啊，这张仁杰哪有这么好说话？排长，你还记得咱们团部那个机要员张相富吗？他把张相富关了起来。为什么？那还不是张仁杰的王八蛋给害的。他硬说张相富是内奸，还说就是因为他把杨村的虚实告诉了鬼子，鬼子才偷袭了杨村，李政委才会死的。他把张相富关起来，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，不让他睡觉，逼着他说出自己的罪行。还有，他今天回来就把大败仗的责任推到3营营长身上，还说要把2营营长革离审查。长期这么下去，迟早轮到俺们1营身上。此地不可留啊！来不及了，排长，快赶走！大力，你进来的时候把门口那俩兵怎么样了？俺只是把他们2个打晕了。咱们团的地方就是咱们自己的家，俺进来怎么会让其他人看见呢？走吧，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。啊，排长，这走。我周卫国是不会当缩头乌龟的。不是排长，俺好不容易。好吧，俺听你的。
大力，回去之后找一下赵杰和水生，让他们必要的时候控制电台。是。周卫国，我看你这次怎么输？卫国，想好了吗？我想什么呀？我清白着呢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那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替你代劳，我替你说。随你便。您的父亲是叫周继先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您父亲做了日本苏州为知会的会长，就是一个大汉奸。再跟我说一遍试试，你信不信老掐死你？你自己看吧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不是你们要求要开党委会的吗？是，就算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都不存在，但我问你们，你们真正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？啊？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们，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私人恩怨。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，那也是我张仁杰为了工作的需要。今天我就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们，他父亲周继先就是江苏省苏州市为师会会长，大汉奸。这些证据您自己看吧。进来。团长吐血了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团长吐血了，地上好多血。现在怎么样？卫生员去了吗？刚才俺来的时候，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。走。哎，团长，老赵，你醒醒，老赵。卫国，你醒醒，别吓唬我们。一时激动晕过去。早上还好好的呢，怎么下午就吐血了？吐了多少？张仁杰，你是非要把周团长给逼死是不是？啊！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！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周团长都吐血了，你还敢在这乱放屁？我知道他吐血了，你们都跟我嚷嚷什么呀？张仁杰，喂，蒋大力，你给我放手！大力，你给我把手放下！老子听好了，俺排长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俺就把你撕成2半！蒋大力，把手给我放下！你是要气死周团长是不是？行了，都别吵了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周团长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多休息，多补充营养。
大力带领3连封锁整个杨村。明白。行啊。小杰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干什么？你是想让周团长病倒的消息传出去，好让小鬼子来扫荡，是不是？我明白，我也理解。是个人看到那张报纸，都会觉得我父亲是个汉奸。魏国，你父亲是你父亲，你是你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相信你。陈爷，你知道吗？小的时候，我妈妈过世的早，是我父亲在教我。忠、孝、礼、义、廉、耻、信、勇。我父亲跟我说过最多的话，就是好好做人。就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不相信他会是一个汉奸。魏国，我希望你父亲这件事情不要对你影响太深，你要振作起来。父亲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，但是从这一刻开始，这个丰碑倒塌了。你如果这样下去，我心里的丰碑也倒塌了。其实我今天来，还有一件事情想对你说。你说吧。我就是想要告诉你，你的下半辈子由我来照顾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两个不离不弃。不管你答不答应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陈烨，你说话呀！我现在没心情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情，以后再说吧。我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怎么还说以后再说呀？我不敢说呀。小的时候，父亲对我讲，有他在的地方，我就有家。陈烨，我也一直特别想对你说，有我周卫国在的地方，就有你陈毅的家。但是我不敢呐，我是个军人，如果有一天我死在了战场上，这个家就没了。那你也给我听好了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你在那边等着我。陈烨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咱俩约好了，下辈子好好过。反了他了！你俩给我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押往后山山洞，没有命令，谁也不许进。是。この遠慮団長殿、例の集結完了です。どうぞご戦闘の命令をください。今回の動きは何しても必ず八路全軍を殲滅しろ。はい。武田隊、今回は私の代わりに竹下に指揮してもらう。はい。
竹下君、準備はいいか？問題ないです。ご信頼に感激いたします。ご分を祈ってる。出発です。报告，鬼子2个大队兵力已通过奇峰口，正向严村总部过来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张政委，我再问你一次，到底把周卫国关哪了？我再回答你一次，这是组织秘密，请你注意你的党性。现在鬼子马上就要进山了，你还关着周卫国不放？我请问你的党性在哪里？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这场战斗如果没有周卫国的指挥，我们根本打不赢。张楚同志，你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你怎么能把一个国民党军官，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呢？通敌嫌疑？证据呢？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！我再告诉你一遍，周卫国他不是国民党，他是我们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。请你注意你的观点。哦，没有他周卫国，我们共产党人就不抗日了啊！你报告，进来。县大队奉命赶到。哎，回来就好，辛苦了，赶快坐下来休息休息。卫国呢？你问他。张政委，周卫国同志呢？他现在正在秘密接受组织审查，任何人不得见面。现在大敌当前，你到底把周卫国关什么手？张楚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我告诉你，并没把他怎么样，但是想要把他放，绝不可能。冷静。张政委，我认为在这样的非常时刻，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。正是在这种非常的时刻，我们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，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。报告，进来。敌人距离杨村还有10华里，出去吧。陆振民同志，到。现在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1分队保护群众和机关撤退。是。陈毅同志，群众和机关就由你来负责了，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准备出发。是。张楚，张楚同志，不管我们对周卫国的问题有多大分歧，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个好同事，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。现在大敌当前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拒敌于国门之外，好好的保住我们的阵地。那行，我先去前沿看看，你赶紧想个办法。陈后，命令你的部队5分钟后发起攻击。是。阁下务必从正面猛攻不准。请总指挥官阁下放心。出门。是。通知突击队准备攻击。是。可是刘主，我们该准备怎样行动呢？突击队随我从背后迂回作战。是。他们已经组织机关人员和群众开始从后车转移了。参谋长，赶紧拿点主意，接着咱打个大牌。大力，一定要拖住敌人，你抓一群就争取时间。我现在回团部，救周卫国出来。放心吧，这样顶上回去。是。给我狠狠的打！张仁杰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放不放周卫国？张楚同志，你要干什么？现在不是解决周卫国问题的时候。小鬼子打上门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放？就不相信了？没有他周卫国，我们就打不了日本鬼子了。好，那你说这仗怎么打？
坚守杨村，彻底消灭敌人。终于相信一句老话了。什么老话？书生误国。赵杰，到！你马上带着特战队突围，突围以后马上联系刘志辉部和清风寨朱子明，争取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站住！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等你同意了，我们都被俘虏了。快去！是。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不然的话，周卫国的账我没地方算。